哎呦，哦呦，哇！哎呀，你是有什么问题嘞？还是你的裤子有问题太紧哈？裤子没有问题，是那个啦，这个什么？哦，你有痔疮啊？不要讲这么大声啊！哎呦，哎，我猜对啊！哎呀，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有的。不过呢，讲真的，虽然你现在有一点不舒服，不过你要往好的方面想，对不对？因为这代表你的成功之路不远。成功不远啊？为什么呢？哈，有志者嘛，事竟成。我还志在四方嘞！哇，你不要太用力讲话。哇，痛啊痛！哎呦，要爆了要爆了！等下整粒跑出来。哦。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是的，那么很多人都以为说痔疮这个小问题忍一忍就过了，但是不要开玩笑，如果不治疗的话呢，它会越来越严重的。没错，今天请来就是结直肠外科医生张俊成，欢迎。还有两位嘉宾，欢迎陈楚环，还有曾小晴，欢迎。是，两位年轻美眉，对，你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吗？有没有？有没有？谁先讲？你先说一下。来吧，小晴先说好了。我诚实的说，我有，所所以我才在这个节目。OK。所以你有多久？大概是2到3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有便秘的问题，所以引发了痔疮这个。OK， 明白。好，那楚环，我是有一个亲戚，一开始他说他一直都有这个问题，是，然后他说他可以自己去控制，就是他可以把它推回去还是怎么的 ？OK， 但是一直到有一天就是圣诞节的时候，然后他就掉出来了，然后很痛。他就赶去医院。对，医生，痔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痔疮本来就是一种血管，是对，所以当它膨胀的时候呢，它就会引发成痔疮。OK，对，而且痔疮本身呢，它有分2种了，就是有外痔跟内痔。哇，所以我们用这个模型来解释的话，这个呢就是外痔啊。OK， 然后呢这一种呢就是内痔。肛门本身有分成2段呢，就是有前半段还有后半段。是。前半段的痔疮呢算是内痔，然后后半段的是外痔。OK，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因为他们的症状其实有点分别不一样。对，就是外痔呢，通常呢会好像有比较多疼痛，还是肿胀的问题。内痔呢反而就会比较容易流血，反而不会痛。主要原因流血的原因是什么？毕竟我们刚才说了嘛，好像痔疮本来就是一种血管，当它膨胀的时候呢，到了某一个程度呢，如果有摩擦的话，它就很容易爆。那么呢，它一爆的时候，它就会流血了。主要是因为摩擦，所以它就对。所以这个是个迷思，很多人以为说痔疮是长出来的肉嘞，其实它不是，它是血管。对，是血管类来的，所以它不像是我们认识的像是肉瘤啊还是息肉不一样，就是血管肿起来啦。对，所以每个人都有血管，只是说有没有变痔疮而已。对了。那小晴你是外的还是内的？我刚刚听完医生的分享，我应该是内痔，因为像排便的时候，有时候会摩擦到那个痔疮，它就会流血。对。我发现也是因为有一天我排便的时候，我起来，然后整个马桶都是鲜血。其实它是因为呢，前半段的那些痔疮呢，它的肉呢是跟我们皮肤的肉是不一样的。OK， 对，它的肉呢是不会感受到疼痛的。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就是他们看医生，他们讲，其实我有流血，但是我没疼痛，他们就以为不是痔疮，其实那是错误的。内痔反而大多数是不会疼痛的。内疮跟外疮哪个比较算是严重？大多数的时候呢，外痔呢是不需要什么手术来治疗的，会自己好的。对，大多数都是涂药膏啊，还是所以外面的比较容易自己处理。对，比较容易自己处理。那外痔我们检查得到了。对。那内痔要怎么检查？所以通常呢，因为内痔呢，所以呢痔疮是在里面嘛，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管呢，我们就是放在肛门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眼睛这样直视的看得到它。看得到的。对，是看得到的，因为毕竟它是在好像直肠的外端嘛，所以是非常简单看得到的。是。那如果说是排便出血的话，是不是代表有痔疮？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是痔疮的问题，是对的。但是呢，因为有很多别的情况都可以造成便血的问题。OK， 像你看这个模型，不代表说是痔疮可以流血啊。像另外一个普遍的情况是肛裂，所以当你肛裂就是那边有一个裂痕在那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是里面直肠里面可能有生肉瘤，还是生癌症。那就严重，不然就发炎。对，你说肛裂啊，是什么情况会有这个问题？对，肛裂呢跟痔疮其实很像，也是因为有好像便秘啊，还是就是大便的时候特别去挤压它，它就会造成有一个就是裂痕在那边。
对，而且这个肛裂问题，大多数说呢是不需要看医生，只要用一点药膏是 OK 的，就 OK 了。OK。在什么情况下要去看医生？哇 ，actually 只要你大便有血的话呢，所以还是要看一下医生呢，要给他有正确的诊断。当你的便血是鲜红色的，就代表说那个流血的起端呢比较靠近肛门的部位，比较新鲜。对，所以它新鲜鲜红色的血呢，通常都是痔疮啊、肛门啊、肛裂啊，还是可能这类这个地方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看整个大肠呢，其实它是很长的哦，不只是直肠跟肛门这边。OK， 如果问题是处于在好像这边是左边，好像乙状结肠啊，还是左边的降结肠的时候，那个血会变成比较没有这么新鲜，会比较深色。对，所以你看，很像大肠癌啊，还是大肠发炎啊，还是有一些地方就是很像这些小气泡啊，这些都可能有流血的可能性。一直到了就是大肠的右侧，还有甚至是胃流血的地方呢，那个大便可能会变成很像黑色这样。对。所以如果颜色比较深，就要注意喽。对，就要更小心了，就不可以说是痔疮，就一定要看，就要更小心了。对。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特别容易有这个痔疮问题，那有些人又不会有，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吗？大多数时候呢还是跟我们的饮食啊，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OK， 我们是知道男性跟女性呢是有点分别。OK， 男性因为他们会比较像，就是那些挤压的习惯啊，是，而且有时候真的，你知道我有一个坏习惯，对，什么习惯呢？你会啊？不是，因为我每次洗澡前我喜欢蹲便便。然后我的太太会跟我讲说，你这样容易会有痔疮，是真的吗？蹲着大便吗？蹲着还是坐着？就很长时间在那边酝酿，对，酝酿啊，长时间那边酝酿啊，对，所以你酝酿的不出来，你的大便不出来，对，酝酿的那个痔疮，对，会吗？会有这个问题吗？对，其实这是一种恶习，应该改善。真的会有痔疮？真的，所以很多人喜欢在就是坐在那边的时候刷手机啊，其实是不好的。那除了生活习惯，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有这个痔疮？如果你的饮食上呢，缺乏了水分啊，还是缺乏了纤维，那么你就会很容易就去挤压它，也会造成痔疮。OK， 但是女性也是有的哦，而且但是女性的因素大多数都跟怀孕有关系有胎儿在是吗？因为有胎儿的关系，所以也会造成那个就是腹部里面的气压比较高。那么也是同样的原理嘛，就会造成那个血管比较容易膨胀，造成痔疮的。导致压力太大啦。有没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提太重的东西，提重的东西也会有。OK， 所以好像有这个说法去做就是 gym 的，对，提重的东西，那些人就会比较多有痔疮的可能性。所以是真的会有啊？这是有，因为他们通常都会好像用 core muscle， 对，他们就会好像长时间的去挤压它，他们那边的气压就很高，对。好，那当然呢，我们也是知道，就是生活习惯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嘛。但是呢，据我了解，饮食其实也会影响到有这个痔疮。所以呢，广告回来，我们听听营养师怎么说。我们稍后见。好。哇！好棒啊！欢迎营养师廖佩仪加入讨论。欢迎，谢谢。哇，谢谢托你的鸿福哎。当然啊，我也是第一次做节目，有的吃。对，为什么呢？因为呢，很多人说痔疮是吃出来的嘛，所以想说你就边吃边聊，好不好？那吃火锅应该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对。可是问题是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偏偏安排火锅，是不是说吃火锅比较容易有这个痔疮？火锅不是个问题，不是痔疮的问题。那来，汤底才是个问题。汤底。可是我们每次去吃火锅，他们都会先盛一碗汤给我们喝。是。清汤没问题啊。对。麻辣就可能会导致痔疮的复发，因为麻辣汤料里头它有这个辣椒素跟花椒碱，所以它会刺激我们的那个肠道。就会容易让痔疮发炎跟发作。那如果我们不要点麻辣，我们点那种清汤啊、菇菌番茄汤，比较 OK 的。那饮食啊，到底跟痔疮是有什么关系？有关联的吗？它的关联太大了因为痔疮本身它不是长出来的，它是被挤出来的，所以你的饮食会影响粪便的硬跟软度。
所以你吃很多那种高碳水啊，然后又很高的那个脂肪的，所以你也容易会有便秘的问题。煎炸那种也是会。OK， 那每个人吃东西的习惯都不同，当然，但你们觉得正确吃法应该是怎么样？那个顺序？对啊，我觉得对的方式应该是先喝汤，然后菜，然后到肉。OK， 我也这么认为。你去吃火锅，你会点菜，对，你一定要先点蔬菜，先不要点肉。OK， 山药啊，莲藕。青色的蔬菜像金针菇这些都是，因为它这是非常高纤维的。OK， 山药跟这个莲藕，它除了是高纤维以外，它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那个胃的那个黏膜。特别是如果你有点麻辣锅麻辣锅的话，你一定要先吃这个。在山药里头，它有这个我们的粘液蛋白，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就比较不容易伤胃。所以那个顺序就先吃菜，然后再吃肉，对，再吃肉，再吃最后你才吃淀粉。吃火锅可以配喝点什么？喝清茶或者酵素。酵素，可以喝点酵素。这方面呢？吃完火锅，你的甜品可以点一个绿豆汤。OK， 它可以帮助降火。难怪有一些就是火锅的一些餐，它有绿豆汤啊，豆浆，豆浆可以解辣。因为豆浆里头的蛋白质，它能够包裹辣椒素，而且它里头也有一些好的脂肪，它这个脂肪可以溶解那个辣椒素。营养师想要问一下，像我们吃完火锅隔一天，可能会饱胀就很不舒服，有什么方法可以助排便吗？当然有啊，就是你可以吃多一点水果啊之类的，但是还有更快的方式，市面上有一些帮助排便顺畅的配方就像角片，它里头配方就有决明子。OK，也有水溶性的纤维，所以它可以帮着润肠，然后让你快速的把所有的残渣排出体外。对，没错。所以现在很方便，对，很多都很方便，因为很多时候你要自己去买这个买那个，就各种各样不同的那个食材来自己弄，可能你不会。对。那如果我吃火锅的时候，哇，真的忍不住想要点麻辣锅，我是不是可以先吃一点蔬菜垫底，然后就可以缓解那个刺激？多少是可以有帮助啦，肯定就是刚才在吃的时候，最好就是你不要喝它的汤然后可以的话，你拿了起来，你的肉啊还是什么，拿了起来可以放一碗清水在你的旁边，稍微的涮一下，过水，对，这个味道就好了。对，是的。那我想要知道说，除了火锅了，还有哪些是属于地雷食物？如果说你怕有这个痔疮尽量避免少吃。是。煎炸的，OK，因为在高温的煎炸的食物比如说像炸鸡啊、烧烤啊这一类的食物，它就是高油，对 ，OK， 高油脂，然后它会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跟氧化脂质，就会增加体内的那个发炎，所以让我们的血管变得非常的脆弱。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出血。OK， 而且在吃完这些食物的话，它也会令到我们肠道的反应会变慢，那它的蠕动也会变慢。就影响到那个排便。对，特别是很多人在吃这些烧烤，吃炸鸡，你会喝啤酒。那都是看韩剧学坏的。对，觉得好像很好，像这种酒精类它也会导致便秘的，因为它会有利尿脱水，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酒精会让到你的血管扩张加速血液的这个循环那你的痔疮就会出现充血。它就容易出血。OK， 火锅也好，饭也好，什么也好，就一杯咖啡，我一定要一杯咖啡，这个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其实咖啡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帮助消化。OK， 但问题是，咖啡本身它也是有利尿的作用。对。所以如果你喝了咖啡，然后你一整天其实也很少喝水，OK， 它也会导致你有便秘的问题。除此之外，就是还有我们要避开的，就是精致的淀粉啊，或者是甜食。哇，女生超喜欢吃的。这一定要的 ，I mean especially 是甜品对，糖分它基本上也会加剧身体的那个发炎，所以呢，对于这个就是有那个痔疮问题的人，其实也是要很小心，要很小心。吃菜吧。那你刚刚讲的是精致淀粉，那如果说是一般淀粉，比如说糙米糙米 OK， 就是 OK， 就精致淀粉像白米。白米饭，那个白面包，还有就是吃的甜点，
即食面啊，因为火锅很多人就放方便面。还有就是有些人还有就是在喝饮料，他喜欢加糖，像喝咖啡加糖，什么都加糖。Anyway， 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是一顿麻辣锅加啤酒来讲，有这么多学问。对啊，这么多学问，它根本就是痔疮爆发餐的。没错，对，是的，是的，没错。所以在这个时候想问一下哈 ，OK， 小晴，当年你的痔疮你是怎么治疗的？因为我是自己收集资料嘛，所以我就去药局买了一管那种中药的药膏。我感觉我的不太严重，然后它过了大概1天，它就没有再出血这个情况。通常是建议你看一个医生，至少就是 ensure 就是确定你的那个诊断是对的。是，对，因为像我刚刚说了，很多时候症状可以是别的病因而引起的。对，通常呢，药膏它有几个作用。一个是缓和那个就是疼痛，然后一些是给它不要这么肿胀。一般来说有什么治疗方法？除了我们讲的用药膏还是吃药以外呢，就是用手术的方式了。OK， 那么手术方式真的哇层出不穷了，很多种啊。对，很多种。OK， 其实最常见的治疗方式就是像这个，这是一个就是绑痔疮的仪器。通常呢那个塑胶呢是一个很小个的塑胶。等一下，我看一下。对，这个我一定要橡皮圈这样的一个橡皮圈。所以呢，你看这个橡皮圈呢，我们就套在这个仪器上。OK。所以这个管口呢是有一种可以吮吸的功能。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里面的时候呢，对。所以它把那个痔疮吸进去后，是。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塑胶圈把它推出来，套进去。对，它就会把那个整个痔疮呢跟它套上去。那么它过后呢就自己脱落，因为没有血液。对，但是会不会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会复发？对，其实复发是非常平常的。因为毕竟痔疮本来就是血管，是，即使你绑了后呢，还是掉了后呢，还是治疗后呢，它可能还会再生的。再长。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说了，做这些手术啊还是什么呢？是主要就是把那个症状解除掉。是。那么还是要用饮食啊，还是生活习惯的方式，还是要自己去控制那个饮食跟生活习惯。对。那你们会用其他手术吗？对，除了这个绑以外呢，这另外一个手术呢，就是用雷射啦。它是就是一个雷射的 fiber。是。那么呢，我们就在好像如果是这个痔疮呢，我们就把它插在那个皮肤的下面。OK。它们呢就会产生一个热量。这个热量呢可以让血管给它封死它。那么呢，整个痔疮呢就会开始缩小。对，这个雷射 fiber 它好处就是因为它没有说把像传统的那个痔疮把它割掉，所以就没有那么大的伤口，那么疼痛也比较少。所以这个雷射的手术是可以用在外跟内痔的。对，这个可以外痔、内痔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对，疼痛呢方面。OK， 所以这些手术类呢都需要病人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全麻吗？还是半麻？通常都是全麻。全麻。好像那个绑的痔疮呢，是因为只是需要在里面做嘛，所以病人是不需要用全麻的情况下。对。只要是病人适合的话，我们通常是建议用比较没有这样疼痛的方式，毕竟复原比较快。中度的痔疮呢，雷射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是很严重的话，整圈都有那个痔疮的时候，哇，那么你也不可以雷射每一个地方嘛，会造成太多热量，过后呢会有很多副作用。是，所以那个时候就可能用别的方式来治疗，就是用传统用割的，可能用传统的。那手术后有什么东西要注意？因为我们要让痔疮不要回来，所以我们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改善的好。 OK， 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讲的那些恶习尽量要改掉它了，不要在马桶上刷手机啊，然后要吃多点纤维啊，然后要喝多点水啊。OK， 当我们讲照顾那个伤口的时候，是因为毕竟会疼痛嘛，所以我们会建议他们做一些就是很像热水啊，放一点盐在里面的，叫 sea spa。那会不会痛啊？其实不会，其实这个就是主要就是让比较舒缓，不要让他们这么疼。因为温水嘛。那做完手术之后，饮食需要去调整吗？肯定的，肯定要调整。特别是在手术完的那段时间，有些人要睡到4到5个星期。我们说纤维很重要，但刚刚做完手术的话，我们会一般建议不要吃太过多的那个高纤维的东西。OK， 因为它比较难消化，而且它会产生这个摩擦。特别是假如你的那个水分又喝不够的话，你粪便会比较硬。不过你可以吃一些就是水溶性的纤维啊，那水溶性的纤维就是有点像凝胶这样子啊，那你喝了多了那个水，它其实就会膨胀，然后有润肠的作用。水溶性纤维有哪一些食物？像吃山药啊，山药啊，还有阿拉伯胶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决明子
决明子它也可以帮助润肠跟通便，因为决明子里头它有这个大黄素跟决明素。你刚刚提到像决明子山药啊，可能有些人不懂得怎么吃啦，那该怎么办？山药就比那就比较简单，你就是基本上在菜市场都可以买得到。那你可以就是拿去蒸啊，或者是用去煮水、煮汤都可以。那决明子的话，你可以是在一些中药店可以买得到。那你可以拿去泡水。然后你也可以把在你的那个料理里头，比方说煲粥，你可以把决明子也放到里头。那假如你还是不懂怎么个做法的话，其实你还可以找一些就是有一些配方里头有用到决明子的像其实很多一些排毒的产品啊，那个配方里头用了决明子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到非常显著的效果。OK。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你的水分要喝得够。水分要喝多少，就是以大概你的体重你的体重乘大概30到35毫升，60公斤左右，你就是大概要喝1.8到2公升的水。当然也要看你自己本身的工作，如果你工作是那个水分流失是比较多的，排汗的，你就要喝多一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油了，要吃好的油脂，麻油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比较容易。接下来就是要 make sure 我们顺排排便要顺畅，然后补充像益生菌、益生元这些都能够帮助维持我们的那肠道的菌群的平衡，然后让我们的排便更加的顺畅，又可以预防便秘，又可以预防腹泻。当你知道你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它从我们的生活方面就可以着手，是可以改善。对，其实很多时候就从生活可以解决的东西，那很多人就要等到发生，花一大笔钱，对，然后请这种人来帮他解决。好，那时候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人呢？这个要找医生，对。那当然我们要谢谢这个楚环，还有这个小琴，谢谢我们张医师，还有谢谢我们营养师，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次见，拜拜。